黄的透光度比较好，对不对？对，一定会射得比较远。其实你开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那我就选了金色的部分来配我的红色。很搭金配红其实蛮搭的哈。就是调对，诉求是叶子板跟我的轮圈是切齐。好，那我们再降下来。哦，帅。好，最低了，这样是最低了。还有一个车顶上，就是我前面有讲到过车顶上所以你常露营就对了。也没有到很长，就是会露营，然后车顶上是比较方便的一个新的我的工具。这颗去控制这个储气瓶要分多少量给4个避震嘛。4个避震，对，4个避震就对。欢迎收看脖子解说。俗话说得好，百改降为先，好不好？今天这个词呢，终于在这一集可以运用得上了。因为今天脖子来这个地方，要来找一位车友，他呢，一样是开这个 Volkswagen 的车型。那今天来好好介绍一下这台车，相信非常多 Wagon 车友很喜欢看的，好不好？我们先来欢迎他一下。嗨 ，Serena， 来跟镜头前面介绍一下吧。嗨，我是4.5代 Wagon 的车主 Serena。Serena，OK， 这台就是你的车对不对？对，已经趴好了是吧？趴到最低了，已经趴到最低了是吧？好，来，这一集啊，我相信应该会非常多 Wagon 的车友很喜欢。我们先从车头，我先问一下，这个是顶规的嘛，对不对？对，顶规。Focus 什么 Vinale 那个很长的名字，对，它是106多的那个。对，106多的那台。对。然后我比较好奇，为什么你想选红色？因为我觉得基本大家一定会先看到荒岛蓝。对。然后我就觉得我是女生，对，我不想跟大家去挤那个顶尖帅哥的，不想跟他一样，我就觉得红色应该很特别。白色没考虑过，都不错啦，都不错，个人偏好。我觉得红色比较特殊一点，特别一点。对。OK， 那我们先从车头开始。目前来说，这台车主要都是动外观。对，目前的部分都只有外观，那之后后续可能会再动一些动力。动力是吧？我刚这样看车头有没有？为什么一边是黄另一边是素色？这是怎么回事？就是黄光基本上还是以物理，我们先讲物理，就是它还是透光率比较高嘛。然后我只有露营啊，或者是林口，我住林口，那雨天比较夸张，或者起雾，对，透光度还是比较好。黄的透光度比较好，对不对？对，一定会射得比较远。其实你开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你左边就是比较明显的透过去，对。但是我就不想2颗都一样黄的，对，所以我就只先贴了一边。了解。所以你这是贴一个黄色的一层膜就对，贴膜而已。然后接着我们到车侧部分，其实我们说Wagon对不对？第一个要改就是气压避震，第二个就是轮框。是，对不对？我们先从轮框来介绍一下。好，轮框的话，我是 BBS 的 LM， 那我就选了金色的部分来配我的红色。很搭金配红其实蛮搭的哈。就是调对。你好骚。OK， 然后这组框应该也不便宜哈。对，有一定的价格。对。然后你改了框，也改了碟盘、卡钳跟盘。对，那其实基本上对框看起来比较特别显眼，你会注意到框，但其实基本上我的卡钳比我的框还更厉害一点点。卡钳比你的框更厉害一点？对，我的卡钳是 Brembo 的 FF6， 它是赛用级卡钳。赛用级的。对，所以其实它比我的框还贵。难道你常常跑山？我有跑山，没有常常跑山，我上去散步而已。散步啦，我们要说散步。OK， 你卡钳只有改前面吗？对，目前只有前面，后面没有。后面只有，对，后面没有。为什么后面没有？比较贵啊。后面抓到重点了，先改前面。对，后面都会比前面再贵一点。对。有余裕再说。对，有余裕再说。对。然后碟盘尺寸呢？前面是355，对，然后后面是350。前面350，后面350。对。OK， 然后另外我相信是大家比较感兴趣的一点，就是你的那个悬吊。悬吊的部分我是气压的避震，就是飞尔的系统，然后搭配 AGT 的避震器。对，有些人会选气压避震，就是整套气压系统，看什么品牌。对。但是我的避震的话，我选 AGT 是我觉得 AGT 毕竟专门在做避震啦，它的操控跟舒适度还是比飞尔整套来的好一点。理解。好，那你刚刚有讲到气压，对不对？是。那个是要怎么样个操作？气压部分的话，其实你可以用手机 App 操控，或者是你在操驾的过程中，你可以从车内有个遥控器可以直接按。那是不是我们来实际看一下？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遥控器。开启。遥控器在这边。OK。对，我现在是最低的状态，它就是这颗是红色。对。那基本上我们会预设1、2、3、3组预设模式，记忆模式。对。就是通常1的话，就是你在高速公路或是比较平稳的道路上，可以用最低可行驶高度，我们会设定在1。那2的话就是 normal 正常高度。那3就是可能你要下地下室啊，或者是比较有减速墩比较频繁的地方，会用3。那当然，额外在下面的控制器是可以针对4颗轮子单独，或是你要单独调整前面，单独调整左右边都可以做
客制化。所以它不是4个轮子平均的给同样的压力，可以个别。可以，然后同时也可以个别。就是它的操控的范围是非常广泛，那看你车主要怎么操控它。像比如说我现在想要只要前面上的话，对，我就是这个是前面，然后我按上，它就只有前面上来。哇，太帅了！那我现在把前面关掉，我在后面按一下，那我就后面上来。哇，OK。对，那我想问，现在是属于最低的状况吗？现在不是，要最低吗？可以吗？会不会磨到？可以拉到这里。哇，这很一败哎。对，最低就是这已经是最低了，这样是最低了，就是卡到我们的叶子板跟我诉求是叶子板跟我的轮圈是切齐的。叶子板跟轮圈怎么说？就是这边叶子板刚好这样切，对，都会切到，它其实已经完全没有空间了。哇，对，所以是不是我们 Volkswagen 的车友啊，想要换这个气压避震，也要考量到框的部分？是，当然所有的框的大小跟轮胎扁平比都会影响到你的这个盖的程度，或者是它到底可以升到23的时候到多高。懂。但基本上，因为我的设定的我的轮胎扁平比非常低，然后我的轮圈也只有18，我没有升级更大。你一样是18？对，我一样是18，所以我的2跟3会看起来比一般你们改气压再更低一点。再低一点。对，但当然你们用一般的轮框或是那个原厂的也可以，原厂也没有问题，就是它可能它下来的时候一样可以盖很多。但是2跟3的时候，行驶就不会像我这样那么的低。我懂意思，所以基本上都可以，只是取决于你想要呈现什么样的视觉效果。是没错，就是都可以客制化。都可以客制化。对 ，OK， 好，那接着我们是不是可以来升起来看一下好了？好，升到最高吗？好啊，我们陆续往上升，我们来看一下那个效果。好，现在升到最高的。对，最高。有有了，差不多了。差不多。好，那我们再降下来，一口气。好。它会降很快吗？很快吗？还好。帅。好，最低了。这样是最低了。对。我比较好奇，像它这个啊，它有办法去侦测说我降到最低会不会磨到下面吗？不会。没办法。所以你在本身就要注意。降到最低的时候，你的地是不是够平？然后加上最好降最低的时候，你要先让副驾的人下去，因为有些人一不注意开门就直接录到了，因为开门这个角度也是危险。对，所以副驾也要注意，要提醒他，或者让他先下车。对，所以改气压也是蛮多要注意的点。对，好，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最低的状况。然后像他刚说的，就是切齐叶子板去切齐。然后我们看后轮是更齐主要是因为鞋的关系嘛。对，因为我后轮有做角度，其实前后都有做，后轮做比较大。后轮做比较大，所以是有点外八。对，有一点外八，后轮是大概3度左右，前面大概2度左右。通常这种改气压避震好像都喜欢做一个角度对，希望它真的完全切进去嘛，所以想让它个角度。那之后有考虑做类似爆龟这种很哈扣的这种造型吗？等我心理准备做足，短期内应该是不会。短期应该先不会了。对，要切叶子板，心比较痛。对。我们有个气压的挂屏，我放在后车厢。后车厢，好，我们来看一下。好像大家都藏在后车厢嘛，对不对？基本上你可以跟你的技师讨论你要放在哪里，但空间最大的话就是备胎室的部分。那我们刚好我们备胎室有一个喇叭嘛，刚好哇塞。对，所以现在震动是因为我发动，然后我的吸正在重启，对，它停止，它充饱，它就会停止做动。对，然后我有把我的第一喇叭往上移。对，原本变是在正中间，对不对？对，有往上移一点点，这样把这整套放进来。对。那我比较好奇，这整组的原理大概是怎么样？可不可以介绍一下？这是阀体，它是控制，你看有4个，就是4个轮胎。我刚刚有说，每一个轮胎都可以个别控制它的高度，想要的高度。对，那这个就是充气的主机，这是充气主机。对，充气到这个气瓶里面。那这除气就是有一定的量，直接打给我所有4个避震器的气球。所以它打完之后，这个主机就会帮它充气。这就是除气瓶。对，除气瓶。然后再到用这颗去控制这个除气瓶要分多少量给4个轮胎。懂。给4个避震嘛。4个避震。对。4个避震就对。那我比较好奇，像你改这样气压避震，改的目的是什么？改的目的当然是一滴遮三丑。最重要的一滴遮三丑。然后当然还是需要适应路况，但我们很定开的时候，我不是之前的那种硬派，就是真的开技术很好，就让轮胎转几个弯可以过去那种。很一派这样。对，我没办法，还是需要气压的辅助，让我可以顺利
适应其他的路况。对，像改这个像这个气压避震啊，它只能静止的时候去调整，还是行驶过程中也可以？行驶过程中也可以。你就常常看到有人这样开过去，旁边那个挑衅，咻，他也改气压避震的话，我就可以咻。哦，原来是这样玩的。他一到旁边就马上把按下去，这样对。哦，原来是这样子，不错，有趣。刚刚还没介绍到，对不对？车顶这一咖。我们说威梗一定要背书包，一定要背书包，好学生就是要背书包。好学生，好学生代表。对，好学生背书包。然后因为我的车顶的，还有一个车顶帐，就是我前面有讲到过。车顶上所以你常露营就对了。也没有到很长，就是会露营，然后车顶帐是比较方便的一个新的我的工具啦。车顶帐就是女人可以睡在上面。对，就是把它摊开就好了，不用搭帐篷，不用下营顶。那我好奇，像车顶帐那种有限重吗？有，它大概基本300起跳啦，大概都300。对，但是你当然也不能太重，你不会一家全部都塞在上面。对，我的规范大概那个店家跟我说，大概可以睡2个大人2个小孩的重量。就基本上你不要一家都胖子，应该是可以。OK，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 Packline 嘛，大家都知道的名字。对，有名的一个书包。对，它其实这个话，它开关在这里。对，开关用钥匙。好，就这样。它是前掀式的。哇塞！没关系。对，我看过有的是不是侧面？对，侧面，但它的特色就是前掀。对，了解。这个大概可以装什么东西？露营的话，你的椅子啊，就是它的镜子的重量虽然300，但它行进大概是75，所以你的行李大概挑一下，就是不怕热，可以在外面晒的就会放上面。然后要有这个架子就对了，一定要有车顶架子。对，我是配都乐的。对，那都乐它其实有分各种形式啦，可以大家去做一下功课这样。OK， 那我比较好奇，现在你刹车系统、悬吊系统，然后车上背的东西都搞得差不多了。对，下一步呢？下一步就是我的动力可能会先刷一阶，先刷一阶。对，进排气。对，排气管应该是全段会整段都换掉。对，换掉。那后来也稍微修改一下，在中尾段部分用 RD 的中尾段，给大家看一下。它内装我还差一组椅子，我想换。你要换什么椅子？ST 的吗？还是 Ricardo 吧？真的假的？真的，但我还没挑。两个都换吗？对，2个都换。哇，你也太热血了吧！然后还对。那我比较好奇，音响有没有打算改？没有，音响还没有。还好，对，音响还好。OK， 好。所以这大致上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女车友 Serena 的 Focus MK 4.5 Wagon 红金这样配，其实整体来说都还算蛮好看的。谢谢。好，那今天感谢我们 Serena， 谢谢。好，那大家记得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还有我的 Facebook 粉专。那有什么关于 Focus 4.5 Wagon 的改装问题呢？一样可以询问这个 Serena。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喽，拜拜。这个脖子也有在用的 Apple Pie Mini 的这个 Ultra， 那一样是插在右边的这个，然后就出现这个画面，所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界面。那基本上你什么 APP 都可以载啦 ，Spotify、YouTube， 那当然它也可以插那个网路卡，可以插网路卡在机子里面。如果你不喜欢手机去分享你的热点给它的话 ，OK， 所以这大概是 Apple Pie Mini、EVO 跟 Ultra 两种，好。EVO 是 Android 11，那 Ultra 是 Android 12的界面，那划算度也 OK。Apple Pie Mini Evo Ultra 两种机型车友团购优惠中，只要有支援有线 Apple CarPlay 皆可用，团购附发票及免运费，详情请见下方资讯栏。